其他的植物还要多。像比如说这个是在四川王朗的那个保护区，这个保护区实际上是最有名的是它保护大熊猫，大熊猫就在这样的场景里头生存，甚至在这个地上打滚，然后就说这些都是苔藓来的。然后这些树是那个杜鹃花，就是它长在高海拔的那个杜鹃林底下。地上是什么？哦，没有海花草。哦，海花草是另外一个东西，实际上它是苔藓有一类植物叫泥炭藓，它是一些地方的泥，不是就是说这种就是对也至少是在南方有些地方叫海花草，对，它实际上是种泥炭藓来的啊。像这个环境，然后我也比较喜欢，这个是在去年在神农架拍到的，它是刚好在雨季快要结束啊，所以说它的水小啊，然后呢这个苔藓长在这个石头这样的就露出来了，其实就形成了这个景象很美啊。但还有一些地方，就比如说我们到海南或者到西双版纳去，它比较热带，但包括西藏的，就是东南部叫墨脱，然后会看到这个苔藓就长满了树干、树枝上面，实际上是一种比较接近热带的景观。这些是常年没有太阳是吗？它实质上就是说它上面还有大树，实际上它形成了一个遮阴的环境，而且它这个环境是比较闪光的啊。那个苔藓它主要是，比如说这树大概高30-40米，苔藓它主要是在哪个阶段上长得最好？这个就要看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在热带的话，它比较喜欢长在这个树干、树枝。比如说在刚刚讲到的像王朗那种地方呢，它就喜欢长在地面。就是说也要看，就是说它在不同的环境。是跟品种有关系，还是跟气候有关系？主要是和气候有关系。像还有一些城市里头，然后实际上也能看得到一些，就是和野景观。像这个是在西班牙马德里，它有一个垂直绿化墙，大概高度可能有20多米，然后呢就是也吸引很多人去打卡的。就你眼看的话，就看到是一些小的灌木，一些草草本，然后就如果我近看的话。我到这个地方去，因为我就直接走到这个地方，然后我去看，实际上是里头也长了一些苔藓啊。但是呢，说实在的啊，它苔藓它不是人工，它专门它制作这个垂直绿化墙的时候它做的，它其实是后边它自己进去的，因为苔藓它靠孢子来繁殖，孢子随风去到那个地方，它就生存下来了，而且这个环境合适的话，它就长成了这个植物体。所以是也很有意思，但还有就是这个是在新加坡植物园，他做的一个叫做 Evolution Garden， 就是进化园，就是植物进化的或者生物进化的。他想展示就是说，地球在4亿年前，4到5亿年前，就地球是在陆地上面，就是没有生物的。然后那个时间就是苔藓就是从水里边进到这个陆地上面，他想展示这个情境，所以就是苔藓就是最好的一个角色。那我们再把它拓展一点啊，就是讲到这个中国的，就是我们都以我们传统悠久文化灿烂的历史而自豪。就是我们看和苔藓有关的这个就苔藓里头的这个文字，就其中的那个苔字，实际上最先出现大概是在2000多年前的汉朝。汉朝有一个皇帝叫做汉成帝，他的一个妃子叫做班婕妤。他写的一首诗里头，就第一次出现了我们的这个文字里头的苔字啊。当时写的时候是这个字，是和现在的话有点不太一样。但是他早年他非常有才，然后而且就很受皇帝的就是喜爱，但是皇帝经常会移情别恋嘛，然后呢就是有的他就感到很悲伤或者很压抑，然后他就写了这首诗，里头2句，他虽然住在一个华丽的宫殿里边，然后呢就说，因为就是没有人来访了，然后就苔藓就长在了这个汉白玉的这个台阶上面，然后呢这个庭院里头呢就长了很多的野草，就说指的就是这个心情也不太好啊。所以就是说，他当年出现这个字以后呢，但是就后来，但是我们汉字会进化了，就是
就现在就越来越变成就是写成这个字，它实际上是一体字来的。现在有些写书法的，他还会用这个三点水的这个字，因为它把它写起来更美啊。它实际上它泛指苔藓是只生长在这个潮湿和背阴的环境里的小型植物，因为你想很早的时候，包括我们现在就都很难的分得清楚，就哪些是苔藓，哪些是像你说早的哪些是地衣，哪些是被子，那可能是2000年前的人，1000多年前的人更加分不清楚。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就是指长在那些地方的小型的植物而已啊。然后呢，就另外一个字，它是出现晚了一点啊，大概是1700年。然后呢，就是它这个当时指的实际上是两个东西，指的东西都差不多，但是后边越来越就会把两个字合并在一起用。然后我们的邻邦日本，然后因为它受中国文化影响也很深了，它也用了就是同样的汉字。但是我们讲到西方啊，我们和英语国家，就西方如果它第一次出现这个指苔藓的这个字的话，它是在700多年前，所以这还是比我们晚了很多很多。啊，那就是这么小的东西，就是也非常有意思，就是它是自唐代以来，就这个字就吟诵这个台的诗词歌赋里头就出现了很多次啊。在以唐诗为例，就是这个是台湾中国台湾的潘复庆教授的研究，在53000首唐诗里头，他总共就是吟诵了398种植物，因为就是也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植物，然后有不同的喜好啊，然后其中就是说有松、柳、竹、松、禾、桃，然后是前5位的，然后台就名列第6位了啊，其实就是说这个也有点意外啊，它总共在1200多首唐诗里头，就是吟诵过和台相关的这个诗句，像这个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我们就是也是根据他的这个书总结了这样一个表，就可以看得出来，就第一个在基本上这几个朝代里头都是柳树是吟诵的最多的啊，但其中唐朝是比例最高，然后接下来就基本上就台都是在前10位的，就是有没有哪位可以就是解释一下啊，或者试图解释一下，就为什么会柳是吟诵的最多的，在那几个朝代里头。我从实用角度讲吧，这玩意很容易活，不用了。便宜，价格低廉，容易活。好，那位女士，第一幅那位。对古代文学就是文化了解不太多，我知道有一点就是柳树，有气节的象征。在文人的那个文化系统里面，对柳树是非常推崇的。好，谢谢。其实就说讲的都对但是呢，可能就说还不够全面。就实际上最全面的就是说表述是因为我们古代就基本上就是会和亲人别离，就离开亲人或者离开朋友。但当年可能就交通也不便，就离开以后也可能就是很长时间，甚至一辈子都不再见面。所以就古人他们喜欢就折柳，折一段柳枝，柳和留下来的那个是同音字，所以其实是折柳就像是留下来，保留这段柳枝，我们放在身上，然后就和我的亲人或者我的朋友就好像在一起的。实际上就是可能就是最恰当的解释是这个，其实就当年可能也是因为和这个亲人的别离，所以就吟诵了很多。就你在这些诗词里头，你会看到就有很多是和这个别离，然后这个亲情友情相关的。但苔藓就这么小的东西，为什么既然就是吟诵了就是这么多，占的比例这么高啊？那我们可以举些例子就基本上就是大家能知道的这些著名的诗人、词人，做诗词歌赋的这些作家，我们知道的，就基本上没有人没有写过的但是就是我们不展开了，我们讲就李白，然后他写个然后杜甫，就是我们知道的
最有名的人都写过，啊，像这个白居易，然后这个叶绍翁啊，我们这里稍微提一下啊，就是这个前边后边2句，就是有没有哪位能够接得上？这个也是可能小朋友们可能在学校都读过。好，这个小朋友。深色满月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哦，厉害了啊！是的，就是他描绘的，就是说他也是就是他在庭院里头，然后会长那些苔藓，然后他还有点怜惜它，然后不忍心就走到这个苔藓上面去啊，而且是就是在中国的就是整个南方，包括华中一带，它庭院里头啊，直到现在就是它主要长的是这种苔藓。就是如果是大家如果稍微感兴趣，像比如说秋冬季，比如说到华东，特别是华东，在草地上面会看到很大片这样子的，它有一个黄色的，就是它的这个我们叫做孢子体，它会长起来，啊。当然还有就是这一个散文啊，就是罗大金，这个是一个文人，他写的，他描绘的这个场景，我特别喜欢啊。他说我家住在深山当中啊，大家想象一下，就每到春夏之交的时候，苔藓就长满了台阶，就落花就掉到了这个小路上边，就没有访客了，就没有敲门声，就房子周边呢，然后有这个长的松树，就树有风吹来的时候，就树影会摇动啊，树影参差，然后呢，琴声上下就周边有很多鸟儿，那就这个场景是不是像这个隐士居住的地方，就很美。然后我也很喜欢，就这4个字叫苍藓迎接，就绿色的苔藓长满了台阶。然后这个呢，我们在和3年前，就是深圳高级中学北校区，实际上就在这个美术馆边上啊。然后我们和他做了一个苔藓的科普展览，就当时就想苔藓科普展览，就是我们就想起一个比较有文化的名字，有诗意的名字，就想了半天都想不到，然后最后选择了这个叫苍藓迎接作为这个展览的，就是这个题目，然后觉得也很吸引啊。然后当然还有就是苏轼肯定写过了啊。然后这个严眉就是他写的苔花如蜜小节就牡丹开，然后这个可能更多朋友然后知道，因为他在央视大概是5年前，不止，大概7年前，然后有一个就经典有流传的时候，他有一首歌就是唱这个的，然后就是也吸引了就是很多人关注，上了热搜啊。但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头，他据林黛玉的口写，就是也写过，就是和苔藓有关的。还有我们大学的王维，然后也写过啊。但就最近的，就是老舍先生，他在1960年代，然后他去日本访问，日本京都有一个叫做台市，啊，也叫西方式。但是如果是有朋友去过日本或者去过这个地方的话，也许可能就有印象。然后他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就他在这个寺庙里头，就除了这个高大的植物以外，他基本全是苔藓啊。然后他就写了一首诗，然后也描绘的也很生动，就他这个苔藓园它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它的景观啊。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就大家究竟还有没有注意到过苔藓？苔藓啊，是不是就是实际上我已经注意到过，但只是说可能就是没有特别看注意啊，就多数情况都是视而不见，就是我看到了，但是就我没细看，我没有凑近看。啊，那我们今天这个讲到，既然就是说也是和那个就空普一点的啊，那就是我们讲给苔藓一个定义。就是苔藓，它实际上是一个体型细小的，就是一些高等植物，它通常大小只有几个毫米到几个厘米高，所以是它如果是假如我们单看一个的话，就经常会看不见啊。但是呢，它经常会长出一大片，就刚刚展示的那个场景，它实际上是大片生长的，所以是就是它也不容易被忽视掉。然后呢，它的那个体内它是没有维管束的，它就没有支撑的，所以说它长不高。它维管束就相当于是这个高楼
高层大厦的那个钢筋混凝土的那个结构，它没有那个结构，所以是它怎么它就只能就有点像我们的，只能用土和砖来砌的房子，所以说它就砌不高，然后他们不会开花结果，啊，所以是如果是你说看到别人讲哦苔藓开花了，那就这个是不准确的，它不会结果，然后他们靠孢子繁殖实际上就是和植物的种子的功能是一样的，差不多一样的。那我们如果是细看一点啊，看苔藓的形态，就是它分成了2部分啊。就是如果看清楚这个的话，我们再回到画展现场去看，你就基本上就会比其他观众要懂得很多啊。它实际上是包括2部分，它的植物体，就一部分是我们叫做配植体，就这一部分是我们经常看得到的那一部分啊。其实就是这个底下这一部分，上边这部分它是在繁殖的那个阶段才出现的。所以是这样，开花结果的时候才出现的。然后这部分它是起繁殖作用的，然后它在这个孢硕里头呢，它就有很多细小的孢子，它随风就会散布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就这个里头的它是起繁殖的部分，所以是这一部分是叫做孢子体，这部分叫做配植体。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是理解像苔藓的话，就其实我们常见的是下边这部分上面这部分是。某些时间我们才看得到啊，这个就是它同样的东西，这个是照片，这个是画的比较仔细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看它大小啊，就如果它没有长这个孢子体、繁殖体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大概只有0.5，只有5个毫米高，但是它就长成一片了。但是如果长到这个孢硕的话，它就变成1.5，就相当于拔高了很多，就相对来就是比较容易见到啊。这个呢，就是它加上这个它的繁殖体是1厘米啊，这些就是在深圳都很常见的啊。现在举的这些例子啊，这个是在春末夏初在深圳也常见，然后呢，就这个是略微更高一点，然后它长出孢子起来的时候，它很漂亮，就像一个仙鹤的那个头一样啊。但是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看有一些苔藓里头技能，就是说，比如说这个金发藓，深圳是没有这个种，但是有和它相似的一个种，大概它的体型呢，它可以长到10公分，5到10公分，就是比它小一点。但是就这个是在中国，就是体型比较大的，它可以长到10到30，那所以是实际上相当于这么高。然后它还有一些，它可以长在树上附生的，就刚刚讲的，在热带的地方。它可以吊在悬挂在树枝、树干上面，它可以长到20到40，但是最多的曾经也有1米的，这个只是多数情况下它会长到这么高。所以其实就是它也有一些会略微大一点。那苔藓它还有一个特别的特性，就是说它的变水性，就是说如果是像假如我们家里面种的花草啊。比如说，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要离开去旅行，要去出山，我们很担心这个花会不会死掉，就没有浇水。但苔藓是基本上你不用这个担心的。是的。如果干燥的时候，它就进入休眠的状态啊，就像这样子的。这个是在沙漠里头拍的照片啊，就是它可能几个月它都完全没有下雨的，它就变成这样子。然后呢，这个是我就浇点水上去，大概是10秒钟左右，5到10秒钟吧，它就变成这样子。所以是它对这个水的这个依赖就没有那么强，就实际上就相当于是，假如我在家里面也养这个兰花，也养这个苔藓的话，那苔藓但是也是要看种类了，就是比如说这个种类的话，那它基本上就是你可能几个月你就可以不用管它了，然后它有水的时候，它就会非常快的它就吸收水分，然后变得就是生机勃勃啊。然后这个是深圳很常见的一个苔藓，叫检验湿地，就在很多混凝土的这个石地上面就见得到。这个就说刚刚那个是在沙漠里头，但是它反应更快。但实际上深圳就你也可以做过这样的实验，你在往后这大概2-3个月，深圳就变到旱季，就让苔藓都变成这个就是像枯死掉的样子。但是如果是你滴一点水上去的话，它就会很快的，大概是20-30秒钟吧，它就会变得生机勃勃啊！就是你也可以做一下这个实验啊。下面有一个短的视频，然后给大家看看，就是苔藓遇水以后，然后它是怎么反应的。
稍等。我们等工作人员切换一下啊，大家稍等。有声音吗？它本来有声音的。大家可以看到，它非常快的，它就变绿了。这个其中有一个是加了1倍。这是在深圳还是在外地？哦，这个那是春夏秋冬哪个时间？这个画面是拍在那个比较高海拔的地方，因为它那个在那些地方的话，它的反应会比这个有水多的地方它会更敏感。它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它苔藓它是靠它的那个叶子来吸收水分的，像我们通常见到的植物或者种的花是要靠浇水到土壤里头去，所以是就是说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你喷水过去，它叶子它会马上打开，是因为是它的吸水的这个机制和这个我们常见的植物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就我们再就是把这个问题展开，它为什么会就是吸收水分会这么快？其实我们做一个解剖，然后把这个苔藓的叶子，我们做一个切面横切，然后这个是一般的高等植物的叶，然后我们切开以后呢，看到苔藓它是一层细胞的，但是这个是放大的，一层细胞意味着就是它雨水一下来，它就直接能够从这个细胞的这个壁上面就渗透到这个细胞里头去，所以是它能够马上吸水。但是呢，这个高等植物，像比如说我们外面见到的花草，它的这个植物叶子的表面它是有一个角质层，角质层有点像一个蜡质结构，它是保护的，它是水分进不去的，所以是就是你看不到这个植物的叶子它能够吸收水分的，但苔藓是可以的，所以是就是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这个苔藓是它能够生长在就是说其他的这个高等植物不能生长的地方更加干旱的地方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回头刚刚讲到那个苔藓能够救命的那个例子，就是说，因为苔藓它能够吸收水分，它而且它就吸收在身体的表面。像比如说我们边上的这个花草，它吸收水分以后，你把它弄不出来的，在苔藓是吸收到它身体里的，你一挤它就出来了。所以是就是说，那假如是这样，你手去抓一把，那可能就是你就水就和苔藓抓在一起了，那一挤可能它就出来了。但虽然这个水可能不是太健康啊，但是就救命的时候可能还是很管用啊。也就苔藓它有这些特性，比如说我们在高海拔的地区，然后在一些沼泽地，就苔藓它形成了就是一个大面积的就是覆盖，就在山上面，因为它能够吸水，就像山上面就是有很多的小的水库啊。下雨的时候它就把水截流到它的身体里头，旱季的时候它就把它释放出来，所以导致可以风调雨顺。啊，但是呢，就是它这个特性也有一个不利的地方，就是说，它如果是它长在一个受污染的环境，比如说它这个雨水里头它有污染物，那它这个污染物它也没有办法排斥它也能够进入到它的这个苔藓的身体里去，它就会马上显示出它受到这个伤害、受到影响，所以是受到伤害以后，那可能它就会死掉。那如果是说
在这个意义上面，就苔藓它也能够指示这个空气污染。假如你有机会到某个地方去旅行，你可以看一下，就当地的这个行道树，或者是就路边的这个人行道上面缝里的或者边缘有没有长苔藓。如果苔藓比较多的话，那就说至少这个地方的这个空气质量会比较好。如果没有，或者是很少的话，那可能就是说它会空气状况会比较差。但是也要排除掉它有些地方它就很干旱，就苔藓它本来就比较少的那种环境。啊，那苔藓就刚刚讲的它很小，但小也有小的好处啊，就是说我们讲就小就只需要小的空间它就能够生存，所以讲立锥之地它就可以生存。像比如说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湿地藓，就是可以大家用冬天用点水去做一个实验，它实际上是它的整个植物体高才5毫米，它在很小的空间它就能够生存。但是呢，就是你想象一下，在这个斜坡，它实际上是几年前的时候，它是刚刚做好混凝土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植物的，完全没有的。但是它最先过来的是苔藓，因为苔藓它就不需要土壤，不需要就是水分因为它会从空中获取，所以它在这样的环境它就能生存。然后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在这个上海的闹市区离那个外滩很近的地方，然后在它的闹市区的这个人行道里头，然后我发现了长了很多苔藓，所以它就是说它在这样小的空间它都能够生存。啊，那刚刚讲的就是它原来是什么东西都没有，那苔藓先去了，那苔藓去了之后呢，它会比如说老的植物体，它会变成就有机物，它会变成土壤，它就会把这个环境改良以后，就再有其他的，比如说开花植物的种子落到这个地方，它就可以长出小苗来。实际上，它就开始了一个正常的这个生态演化，多样性越来越高，甚至就是说，它在这样的环境里头，它会有一些昆虫，它会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头。但是这个时间越长的话，就它的这个多样性会越来越好啊。它甚至还可以是一些鸟儿的就筑巢的材料，然后一些很伪的昆虫，它会生长在它们的环境里头啊。这个是在深圳街头很常见的一个景观啊，就是说这个是因为我们受大雨的影响很多，然后经常会到处滑坡，就是说斜坡冲毁了，所以经常会在这个公路边就做一些巩固。然后如果做成这样子啊，这个刚刚做的，如果几年以后啊，它就变成这样子了，就实际上就是这个生态它就恢复起来了，然后实际上看起来也没有那么难看了。但是呢，就是说在有些地方啊，这个也在深圳，他们会做成这样子的。我觉得我很不太理解，他们要漆得花花绿绿的，然后就是也不知道要达到什么效果啊，就说可能和我们今天讲的在那个喜马拉雅上面就是放烟花可能有点像啊。那其实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地球的演化，地球的历史，实际上我们人类事实上是很几百年，然后才最后才出现的。其实如果说在我们回溯地球的历史的时候，4到5亿年前，在地球上的陆地上面它是没有生命的，然后苔藓是第一群从水里面到陆地上的，然后那苔藓到了陆地以后，就逐渐的演化的多样越来越高，就包括我们的人类啊。那刚刚讲到就是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上热搜，就是说这个齿轮刺藓它为什么能够有可能会到火星上面去生存？那实际上也就是因为就苔藓的这些特性，像这个齿轮刺藓，那科学家做的实验，它能够就是水分，它可以低到98%的水分丧失，它都能够生存。然后就你再给它水的话，它都能够生存。然后呢，它可以放在-80度的这个低温下边待上5年。然后大家想象一下，-80度的地方待5年，如果是-196度的地方待上1个月。然后科学家还模拟就火星的那个环境，就又是低温，又是强日照，又是紫外线，等等，就是说非常苛刻的环境，它能够待上一个星期，它还能够保持存活啊。所以就说
还发现了，就是如果假如说我们有这个志向要到外空的话，那就是找一些植物伴我们同行的话，可能就是这个磁力资源是一个选择，但是或许将来还能够发现其他的，但目前来讲的话，这个是最厉害的。啊，那苔藓它有各种各样的形态，然后它能够在不同的环境生存，它除了海洋，它不能生存，还有除了那个温泉。像比如说这个是生长在戈壁滩上面的，就类似于沙漠的，那它的植物体它就变成有点像我们种的多肉的那种样子，它实际上是也是就保水啊。还有像比如说这个也是在沙漠边缘，就是说它的叶子间呢，它会长得就是像一个线状的，就是有没有哪位朋友会说一下，就为什么它会长成这样子？它是什么原因？枯了，缺水。好，你啊，第一排的这个。我分析应该是减少这个水分的蒸发。就减少水分蒸发。好，谢谢。好，因为我们时间关系，然后我们每一个问题，然后就有一位就回答的，就他其实刚刚这位朋友讲的很对，因为他是可以减少水分蒸发，因为它会变成就表面积它会减少，但是它是其实还有更厉害的一点，它是白颜色的，就是比如说假如我们夏天阳光很强的时候，我们会选择穿一个白颜色的衣服或者浅色的衣服，而不会穿一个深色的衣服。因为深色的话，可能吸热会更厉害。所以它是因为它长在沙漠的边缘，然后也是就是阳光很强烈，所以就它的这个白颜色，它实际上是反射了更多的就是不需要的光，或者会带来它影响它的生长的光线啊。那还有一个很极端的例子，这个是英国的一群科学家，他们在十年前，然后发现他们在南极的一个叫做永久冻土层的地方，他们就是做了一个钻滩起样，它是在冻土层大概是1.4米的地方，就大概到我脖子的这个高度，它从地面钻滩下去，大概在这个地方它起了样出来呢，其实它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因为在冻土里头埋藏着。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起的材料拿到实验室里头去培养以后大概1个多月以后，就发现长出东西来了，长出东西来其实是主要是这个是一种苔藓，然后但是另外还有一种苔类，它是至少是2种东西。然后大家想看他们还测过这个年代，他们发现就是他们起的这个样，但现在可以用碳磁式的这个放射性这个衰变的技术来测试这个年代。这个年代是1530年，也就是说，这个样品实际上埋藏在这个冻土层下边是1530年，而且是这个冻土层就是常年是结冰的，所以说就它的这个生命力非常非常厉害。然后那种苔藓实际上就是这种，但是就它现在实际上它在这个南极的周边，包括在南美洲的南部也有，实际上它叫做针叶丽丝藓。那所有的就生物它生存的同时，它就要考虑繁衍。那繁衍的话，它主要是靠这个，刚刚也提到过一下，它实际上是植物它是靠开花结果，然后苔藓是靠它产生这个孢子体，孢子体呢它产生孢子，这孢子它实际上是很小的一些，一般是球状物圆的，然后呢这个是在显微镜下面放大以后了，然后它会长成这样的孢子，然后它成熟以后，这个孢子它会随风。它会散布到合适的地方，它再长成这个新的下一代的植物体。但是呢，苔藓它和其他的这个开花植物不一样，它有60%是叫做雌雄异株的，就它的雌的植物体和雄的植物体它是分开的，所以是就说，因为它要产生那个孢子体的话，它要雌雄结合，也就是说，它就有一些障碍，甚至有一些。就是这个极端例子，它的雄的是在欧洲，雌的是在北美洲，中间隔了大西洋，那就基本上就是说不太可能，就是说它们会见面了。所以就那苔藓它也有它的就是生存的独特的就是奥秘窍门，它们会通过克隆的方式，那克隆就很容易理解，实际上就是身体的一部分，然后它会长成和
它的这个身体完全一样的东西。那苔藓就非常擅长以克隆的方式，它长成这个和它母体一样的植物体。和我们就是在深圳很多地方也看得到这个落地生根，就可以看得到它这个在叶子的边缘，它会长很多的小的苗。然后它这个苗，它实际上也是克隆出来的，就是它和母体完全一样的基因，完全一样的。它长到一定时候，它就会掉下去，它掉下去，它就直接长成一个植物体。所以说，它这个是没有经过这个雌雄结合的。所以说，这个那苔藓在高等植物里头呢，就少数它能够极少数，大概不到5%，它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但苔藓是超过60%。这个也是和它早年演化这个地球的这个环境很苛刻，它要适应，所以是它演变出来一些非常独特的就生存的方式和繁殖的方式。那还有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像比如说这个是一个蕨类植物，可以看得到它这个叶柄上面它会长一些小的苗，这个也是克隆的方式，它和这个母体是完全一样的，基因完全一样。它这个是长得更大一点，它长大以后它也会掉下来，它就长成一个和母体一样的植物体。那如果说我们讲到这个地球上总有一个世界之最啊，就哪一种植物是在地球上分布最广的啊？至少到目前来讲，就是认为是一种苔藓是在地球上分布最广的，叫做针藓。这个是在地球上打那些点，其实是还有很多点可能没有打到，或者科学家没有去到，就是说它这种针藓，它为什么就是说它能够在地球上分布的这么广啊？那我们细看究竟什么原因？它首先是它很容易产生这个孢子体，就是它有幸生殖，它产生孢子体，但孢子它就随风，它就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它甚至可以从一个洲散播到另外一个洲，大洲，就比如说从亚洲散播到非洲。但是它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说它不能产生这个孢子体的时候，它会有这个无性繁殖，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克隆的方式，它会身体会产生很小的颗粒状的东西，这颗粒状的东西它又会长成一个新的植物体。那我们看一个场景啊，这个是在地板砖缝啊，我们把它放大结了一块地板砖，然后可以看得到它有小的这个开花植物的幼苗，然后呢有这个就是这个刚刚讲的针藓，还有另外的一种藓。它其实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头，它就会产生很多这样的这个无性繁殖的这个芽孢啊。然后你想，这个是它在这个地板砖缝，如果我走过去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脚底就会带上？就是你在不经意之间，你就会把这个小的芽孢，这样芽孢你看它已经是掉到这一边上来了，可能你会踩上它，你会带到下一个地方去，这样你就无意之间你就把它传播了。还有像比如说今天下雨的时候，那雨水它会沿着这个缝它会流的，那就雨水它也会把这个掉下来的芽孢会冲到下游去低的地方去。所以说就通过这些方式，就使得这个针藓它是在地球上面分布最广的植物。啊，那苔藓里面还有一个世界之最，就是吸水能力最强的植物。啊，我们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吸水能力最强，大家如果是就是你来回答的话，可以最强到什么程度？或者就比如说它可以吸收到身体的多少倍？有没有？100倍左右。100倍啊？还有没有？你们其实就是这个它吸水能力最强，它能吸收它身体干重啊，就我们叫干的时候，和它吸收满水大概是10到25倍啊，这个已经是世界之最了，就是说是地球上找不到比它更厉害的啊。那也就是它，那我们也问一下，究竟为什么它能够吸收这么多水？我们把它的这个植物，它这个泥炭型的叶子来做一个横切，我切得很薄，就刚好看得到一层细胞。实际上它的这个细胞是由2种来构成的，一种是绿颜色的细胞，一种是一个白色的细胞。
有很大的空腔，它这个空腔啊，它就如果有水分的时候，它水分直接可以进入到这个空腔，实际上就相当于是个容器。那随时就周边的水或下雨的时候，它就能够很容易进入到这个空腔里头。那其他的植物，它的细胞中间都是实的啊，它没有这个空腔的，那随时它就不能吸收很多的水分。但这个泥态藓它就可以，它实际上是它和它的这个结构它是有关联的啊。那也就是因为它是地球上吸水能力最强的这个植物，它曾经还被当成药棉的替代品。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战争很残酷啊，药棉都用完了，然后就用这个泥炭藓来做过就是药棉的替代品。然后还有就是40年代到70年代，还做了很多的尿不湿和卫生巾，因为它就是吸水，还有它会有杀菌的功能啊。那少数苔藓它也有药用价值，像比如说这个大叶藓，这个是在云南的那个西北部，像比如说你到大理、丽江还有西双版纳，会到一些集市上面，他会看得到当地老乡他会卖这个东西，然后呢就当地人认为是就是有对于心血管疾病有一些疗效啊。但是你说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这个鉴定说的专业的鉴定，就是还是比较难的，需要在显微镜下面，所以说就是说还是有风险，所以说大家就是不要去随意试啊。那还有就是刚刚也提到，就是我们要种高端的花卉，特别是兰花呢，还有现在有些人喜欢养那个食虫植物，然后就基本上是离不开苔藓的，因为苔藓要形成一个培养的机制。但还有一些就是泥苔藓，刚才讲的也叫水苔，就商业上的，它就打成这样包，它实际上在市场上面卖的。然后呢，就是你要养得好它的话，基本上要靠这个来作为培养的机制。但苔藓因为就虽然它不开花也不结果，它体型很小，但是还是有些人就比较喜欢它这个就所谓的低调啊，或者就是不张扬的这个个性，其实它也有很多人喜欢。然后在园艺上面，然后现在也有就是很多人在用啊，像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小的就是景观生态瓶，然后里头有苔藓，有其他植物，但也有一些小的玩偶，还有做一个小的花艺，我们基本上就是也会把苔藓用上来。这个是大型的花艺作品了，这个是在北京世园会，这个是在华大的国家基因库那边，他们的一个会议室里头有一个就会议室做的一个垂直的苔藓墙。大家如果眼睛好的话，可以看得到，它在这个墙边上，它还鹦鹉都能够生存，它实际上它那个环境非常好，非常棒。那蚊子多不？就你在空调环境，那就还是减少这个问题啊。但还有就是说，因为你市场上面有需求，那就可能就是说它要找到来源，但是有些是通过就是人工培育，有些是通过直接到山上挖。就早些年都是通过到山上去挖的，所以是对这个环境，然后也造成了破坏，资源也造成了破坏啊。但是就有需求就有人工培育，在不同的地方都有啊。这个他们培育，像比如说贵州的这个，它是培育这个泥苔藓的，就刚才讲的海花草，也就这个东西当地，然后它在商业性的培育也有啊。但苔藓就是和其他的就生物一样，它也面临着这个全球变化和环境丧失的影响。实际上，就是中国大概有之前在2021年之前，上国家没有任何就保护苔藓的这个法律，然后这个是在2021年才出现的。然后这个我们也参与了呼吁，就国家然后把苔藓列入国家保护的这个名单。然后这个是广东省有的2种啊，然后呢但是呢它总共才有5种苔藓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只占全国苔藓的这个是。不是1.6%，而是1/1000，所以事实上它这个比例还是很低的。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这个比例的话，可能还要增加10倍。啊，然后有了这个法规，还是有一些用处，然后就可以某些地方它就可以执法。然后呢，如果你真是对这个野外的苔藓保护区的苔藓破坏的话，然后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然后就是讲到就是说，因为苔藓始终是一个小众或者是就比较
我不是关注的就是类群啊，或者是一个生物。就是如果大家很想就是了解苔藓的话，就是推荐一些一些参考书或者出版物。这个是我们团队做的，就是一本叫做《植物王国的小矮人》，然后这个是适合就是说没有任何基础，然后呢而且是适合小朋友看的啊。这个还曾经被列为岭南书香的这个童书啊。这个里头的界面呢，就是我们会采用很多的图片，然后甚至有些卡通的元素，然后让就是说没有那么枯燥啊。因为如果是假如你都是文字的话，而且很专业的话，可能就是打开就不想看了啊。所以其实就我们也考虑了这样的因素啊。那还有就是这个是我们和连南小学，就是在连南小学合作推出的一个绘本。然后这个是适合小学高年级学生的，就是讲的一些就是苔藓的基础的东西，但是也讲了一些有趣的东西啊，像比如说包括这个讲的世界上最高的苔藓是有多高，还有会发光的，然后最小的苔藓又是多大，还有不能进行光合作用的，就是等等的，就是这个是适合小学高年级学生的啊。但这个是我参与的一个他们引进版的，这个是适合学龄前儿童的，就是幼儿园小朋友的看的啊。这个是在家长的指引下边啊。然后还有一本也是这个是适合成年人看的，就是它是社会就是你爱好者，然后但它这个也是一个绘本啊。当然就是说如果对苔藓有一定了解，然后呢就又想知道我到野外看到的是什么东西，知道它是叫什么名字的话，那就是也可以参考这个。这个是介绍了中国常见的，就是300多种，就是中国南北各地常见的，就基本上都有了啊。然后这本书呢，因为苔藓它还是有个门槛，就是我们当时想的是，就你。不可能说，我一定拿到一个苔藓样品，我都要去看显微镜，这样的话就很难做得到。所以是就是当时讲的是，你通过放大镜就可以啊，然后呢就是所以是用的它的描述和它的一些图示，基本上就放大镜就会看得到啊。当然这个也是我参与的一本书，就是叫《苔藓森林》，这个是我认为是最文艺或者是他文笔写的最好的，就。既介绍苔藓的就是一些科普，也介绍苔藓的文化，还有但是主要是偏西方的啊，偏北美的但是这个和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和展览相关的这个苔藓和艺术结合的，然后这个是我们团队做的一本书叫《苔藓之门》啊，这个是总共大概我们有80多幅画作，这个页面是对开的，然后。右侧是画，左侧是一个简单的介绍，一个通俗的介绍，然后这个是野外的照片，然后使得就是大家可以看它艺术表达是怎么样，然后它在野外的就生存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这本书可能现在已经网上已经脱销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深圳就是可能很多朋友都去过仙湖竹园，但是就是如果假如真是大家想除了看花以外，然后也想看苔藓的话，就我觉得在深圳仙湖竹园还是可能最值得去看苔藓的地方。然后我们有一个阴生园，阴生园的中间有一个景观是展示以苔藓为主的，所以是大家可以到这个地方去看。然后呢，边上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科普的展示台，然后使得就是你可以看得到，你可以现场看展示台，然后你再来看，就你看到的东西，就基本上大家有一个沉浸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当然，就是说我们植物园也会不定期的，就是有一些就苔藓的课程啊。这个是我们去年9月份做了一次，就是说去了解苔藓的。但是就是这个是不定期的，如果是感兴趣，我们推出的时候，然后大家也会关注这个是适合小朋友，和当然爱好者也有，但是基本上是喜欢小朋友要家长的陪同的情况下但除了植物园，深圳还有很多地方，因为深圳的自然环境还是很好的，就基本上在很多的山体和公园里头都可以看得到，就只要就是所谓的我靠近一点，眼睛就是抬近一点就可以看得到但深圳就是刚刚也提到过，深圳有超过200种苔藓，
就其实就你要分它距离多少种，可能难度有点大，但是就基本上就是你看到，就是如果你细看的话或者用个放大镜的话，会看得出它的形态它是有差异的，而且它如果是它长了孢子体的时候，它可能和没长的时候它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在梧桐山，刚刚讲的就国家保护的5种苔藓植物里，深圳有1种，这个是在梧桐山上面有。在大鹏半岛那边也有，像这个保护植物在深圳也不算少。如果大家去登山的时候，然后也可以试试看，能不能发现这个，然后我们再回到就是这个和画展这个艺术展相关的，就是如果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以后，然后我们再去看这个欣赏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可能这个就是它的孢子体繁殖的部分，然后而且是它会长在不同的地方，像比如说这个是岩石，这个是水沟边，这个是腐木石头上，就是我们会更加。眼睛会更加敏锐，会看得到就不同的东西。但是这个边缘有一个示意图，会介绍，就是说会有一个编号，会介绍哪一种苔藓会在什么地方。比如说这个是大叶藓，你在这个地方也能看得到，就是说也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寻找也通过这样的方式，然后你会去看得到它实际上是描绘的是在喜马拉雅这个地方常见的一些就是苔藓植物。那这一个呢，那就是可以看得清楚实际上这个就是泥苔藓了当然还有金发藓等等的，还有2种，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自然的状况，它在云南西部，就是靠近中国和缅甸交界的一个地方，大概海拔3000米的地方，它苔藓它就长成这样子的，而且因为苔藓它不像我们，它也像一个树，它会很多种类交织长在一起，并不是非常单纯的，所以经常有混杂，就像。我们的人工林那只种1种，但是我们天然林都会好多种是长在一起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肯定不是它的花了，而它其实更专业的叫做它的雄的植物体雄的生殖包这个是它的那个无性繁殖的那个枝条，因为苔藓它很擅长克隆嘛，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就是它这样描述的，它表现的它是这样的内容那最后就想讲一点，就是我的体会就是说，这个苔藓我们知道，就是说，虽然我们不太关注它但是呢，它是大自然和生态系统当中的一部分它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是它默默的发挥着就是很低调但苔藓呢，因为它很小，那随时就是如果我们要观察它，要欣赏它，那就需要我们要很好的注意力和关注。那随时就是这个也是会培养我们关注力和注意力的一种方式。就我想，特别是小朋友，就如果你培养一段时间，他会发现这个小朋友眼睛很尖，像眼睛很尖就是观察能力很好然后呢，就有机会就带上一个放大镜，就旱季的时候带上一个喷壶，但是我们就随身不带喷壶也可以，带上一个水瓶，就见到就是比如说它很旱的时候，我们喷点水上去，当然也可以那就苔藓这个世界就是说叫靠着业绩谈谢谢大家，谢谢。